你拿了1900万还想跑？你当公司是什么？公司年终奖给我发了1900万，我反手就申请辞职。董事长面带愤怒地找到我，而我只是平静地拿出手机解锁，递到了他的面前。您的银行账户到账19元。飞驰集团的年会现场，水晶吊灯璀璨如星河。王威作为项目部的首席功臣，站在舞台中央，董事长钱东升的手掌重重地拍在我的肩膀上，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了整个宴会厅，洪亮而有力。小王啊，今年1900万年终奖，你当之无愧。1900万，这5个字像一颗炸雷，在500多名员工的耳边轰然荡响，整个大厅瞬间死寂，随即是海啸般的掌声和倒吸凉气的声音。我感觉自己像在做梦，大脑一片空白，所有的血液都冲上了头顶。我看到台下同事们投来的目光，羡慕、嫉妒、崇拜，像无数根针密密麻麻地扎在我身上。钱东升很满意这种效果，他笑着把一个象征性的巨大红包模型塞进我怀里。好好干，公司不会亏待任何一个有功之臣。闪光灯在我眼前疯狂闪烁，我机械地微笑着，感觉脸上的肌肉都僵硬了。下了台，我被项目部的同事们团团围住。微微，你发了1900万，下半辈子都不用愁了，记得请客啊！我一一笑着回应，心里却依然漂浮着，感觉踩不到实地。回到座位上，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我妈发来的微信。女儿，我在朋友圈看到你拿大红包了。我们老家的亲戚总有几个在飞驰集团的子公司或供应商那里工作，消息传得飞快，我手指颤抖着打下一行字：妈，钱董说给我发了1900万年终奖。消息发出去，对面长久的沉默了。我能想象到手机那头我妈震惊到失语的模样。过了足足5分钟，她的电话直接打了过来，声音都在发飘。多少？妈，是1900万。我妈在电话那头激动的语无伦次。微微，你等着，我明天就去你那儿。不，我今晚就买票。妈，您别折腾了，等钱到账再说。那怎么行？这么大一笔钱，你一个小姑娘家的，我不放心。我得过去帮你看看，参考参考。咱们市中心那个望江府的小区，我看就不错。我拗不过她，只好答应下来。行，那你就来吧。年会剩下的时间，我完全是魂不守舍，美食、美酒、精彩的节目，在我眼里都失去了颜色，脑子里只有一个数字在盘旋：1900万。我在飞驰集团拼了5年，从一个实习生做到项目主管，熬了多少个通宵，掉了多少头发，只有我自己知道。为了攻克核心技术，我带领团队连续3个月吃睡在公司。项目上线前夕，我因为急性肠胃炎被送进医院，打着点滴还在修改方案。如今这一切的付出似乎都有了最丰厚的回报。钱董确实是个有魄力、有格局的老板。我端起酒杯，遥遥向主席台上的钱东升敬了一下，他似乎注意到了，举杯示意，脸上是赞许的笑容。那一晚我失眠了，抱着手机一遍又一遍地刷新着银行 app 的余额。我想象着给我妈换一套大平层，想象着把这些年欠下的旅行一次性补回来。我的未来在这一夜被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光。第二天早上，我是被银行的短信提示音吵醒的。来了！我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坐起来，抓过床头的手机，解锁屏幕，点开那条短信：某某银行，您尾号 XXXX 的储蓄卡账户于某月某日8点30分完成一笔转账交易，入账人民币19.00元，当前余额 XXXXXX 元，19元。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整整1分钟，19.00，小数点前面只有一个19。我揉了揉眼睛，凑近了手机屏幕，一个像素一个像素的看，没错，是19，不是1900万。我的心脏像是被人攥了一把，瞬间沉了下去。怎么回事？是不是财务搞错了，或者是分批到账？先转个小额的测试一下。不可能，哪有这么测试的？我立刻点开银行 app， 查询入账明细，明细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转账复言，年终奖金19块，怎么可能？我坐在床上，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窗外的阳光那么明媚，我却觉得一阵阵发冷。手机又响了，是我妈的电话。我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妈妈”2个字，第一次感到了恐慌。我该怎么跟她说？说你们董事长开玩笑的，说那是个节目效果。我深吸一口气，按下了接听键，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妈，我到高铁站了，去看望江府的房子。我妈的声音充满了掩饰不住的喜悦和亢奋。这么快？我的心沉得更快了。那可不，我盼了1宿呢。你把地址发我给你带了老家特产。妈，你先别急，找个地方歇歇脚。我还歇什么呀？妈不累，妈要去看看咱们的新房子。我听你表姨说，
望江坊那个小区现在买还能打9折呢。我的喉咙像是被一团棉花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能说什么？说吗？别看了，那不是我们的房子，我们买不起。微微，你在听吗？在听。妈，路上注意安全，到了给我打电话。我用尽全身力气才把这句话说的没有颤抖。挂掉电话，我把手机扔在一边，用被子蒙住了头。巨大的羞辱感和愤怒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昨天我在500多人面前风光无限，被誉为公司的英雄。今天我像个小丑，收到了19块钱的打赏。钱东升，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口误还是故意的？如果是口误，为什么财务没有一个人来跟我核对，就这么直接把19块钱打过来了？如果是故意的，那这又算什么？一场精心策划的针对我的羞辱。为什么？因为我功高盖主，还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兑现承诺？看着楼下车水马龙，这个我奋斗了5年的城市，第一次让我感到如此陌生和冰冷。不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要一个解释。我拿起手机，找到公司通讯录里财务总监刘丽的电话，手指在拨号键上悬停了很久。我必须冷静，不能带着情绪去质问。也许真的只是一个所有人都没注意到的乌龙。我调整了一下呼吸，按下了拨号键，电话响了几声，被接通了。对面传来刘丽公事公办，甚至带着一丝不耐烦的声音。喂，谁啊？我的声音很平静。刘总监，我是王薇。电话那头的刘丽似乎愣了一下，然后语气变得有些阴阳怪气。王大功臣，恭喜发财啊！这么早打电话，有什么事吗？他的语气完全不像是在对一个拿了1000万巨奖的同事说话，倒像是在应付一个麻烦。我心里那点或许是乌龙的侥幸瞬间消失了一半，但我还是决定问清楚。刘总监，我刚收到银行短信关于年终奖的。收到了吧？我们财务部办事效率还是很高的。刘丽的语气带着一丝得意。收到了，但是金额好像有点问题。我尽量让自己的措辞听起来客观，而不是在指责。问题？能有什么问题？账目都是经过我亲手审核的，不可能出错。我吸了口气。我到账金额只有19元。电话那头沉默了，死一样的沉默。我甚至能听到他那边传来的刻意压低的呼吸声。过了几秒钟，刘丽像是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一样，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王薇啊，王薇，你是不是没睡醒啊？就是19元啊，董事长说得很清楚。我的血液在那一刻仿佛凝固了。年会怎么了？刘丽打断了我，语气变得理直气壮。年会上董事长说得很清楚啊，19元。奖励你为公司做出的杰出贡献。杰出贡献被他咬得特别重，充满了讽刺。我感觉一股怒火从脚底直冲天灵盖。无耻，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全场500多人都听得清清楚楚。1900万年终奖，现在到了他嘴里就变成了19元。刘总监，我想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我压着火气，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是1900万。那是他们听错了，你作为当事人也听错了。董事长说的就是19元，后面跟了一句祝你万事如意。我看有些人啊，就是想钱想疯了，把万事如意的万听成了1900万，才会闹出这种笑话。万事如意这个解释比直接承认是羞辱我还要恶毒100倍。他不仅否定了那1900万，还在暗示是我自己利欲熏心，产生了幻听。我明白了，这根本不是乌龙，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一场当着全公司人的面对我进行的公开处刑。先把我高高捧起，让我成为所有人羡慕的对象，让我的家人为我骄傲，然后再把我重重摔下，用19块钱告诉我，王薇，你在我眼里就值这点。真是好手段，钱东升，你好狠的心！那一瞬间，我心中所有的愤怒、屈辱、不甘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冰冷的死寂。哀莫大于心死，为这样一个公司，为这样一个老板，奉献了5年的青春和健康，真是不值。王薇，刘丽不耐烦地催促：“你还有事儿吗？没事，我挂了，我这边忙着呢。”我平静地开口：“没事了，谢谢刘总监，我明白了。”你明白就好。刘丽似乎很满意我的识趣，哼了一声，挂断了电话。我握着手机，站在原地，很久没有动。然后我笑了，不是苦笑，不是冷笑，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解脱的笑。也好，19元，买断我所有情分，值了。挂断电话后，我来到公司，清理好我所有的物品。
坐在电脑前，打开文档，双手在键盘上敲击起来。没有愤怒的控诉，没有声泪俱下的质问，只有最简洁、最公式化的文字。辞职申请书，尊敬的公司领导，本人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项目部主管一职，望批准。落款王威。检查了一遍，没有错别字。我点开邮箱，将这封辞职信发给了公司人力资源部，并且抄送了董事长钱东升和所有高管。做完这一切，我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就在这时，我办公室的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钱东升那张涨成猪肝色的脸出现在门口，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死死地盯着我，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身后跟着一大群惊慌失措的高管和同事。他冲我咆哮道：你拿了1900万还想跑？你当公司是什么？我看着眼前这张暴怒扭曲的脸，感觉无比的陌生。这就是我曾经敬佩、为之卖命的老板。他甚至都没有搞清楚状况，就已经给我定了罪，拿钱跑路，多么可笑的4个字！我没有说话，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看着他身后那些高管们精彩纷呈的表情，有惊讶，有幸灾乐祸，有假惺惺的担忧，还有几个是和我一起拼杀过来的项目部元老。他们的眼神里是纯粹的震惊和不解。整个办公室死一般的寂静。钱东升往前逼近一步，唾沫星子都快喷到我脸上。怎么不说话了？心虚了？王威，我待你不薄吧？公司给你平台，给你资源，把你从一个实习生捧到项目主管的位置。年底我力排众议，给了你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一笔年终奖，1900万。我把你当成公司未来我的左膀右臂，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刚拿到钱，辞职信就想走人，你把公司当成什么了？公共厕所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咆哮声在整个楼层回荡。我依然没有说话，我只是缓缓地抬起了我的手，手里握着我的手机。我解锁屏幕，点开了那条银行短信，然后我把手机递到了他的面前。我的动作很慢，慢到足以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看清楚我的举动。没有愤怒，没有辩解，只有平静，死水一般的平静。钱东升的咆哮戛然而止，他狐疑地看着我，又低头看了一眼我的手机屏幕。他的眼神一开始是不耐烦的。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那张表情不断变化的脸上，从暴怒到错愕，从错愕到难以置信，从难以置信到一片空白。他一把从我手里夺过手机，凑到自己眼前，几乎要把眼珠子贴在屏幕上。那2个0像2根尖锐的针刺进了他的眼睛里，他的手开始微微颤抖，他的声音不再洪亮，反而带着一丝不易觉察的嘶哑和迷惑。这是什么？我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清晰地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这是我的年终奖，1900万的年终奖，1900万。我特意在1900万这5个字上加重了读音，像是在提醒他，也像是在提醒我自己，昨天那个金色的梦有多么荒唐。钱东升猛地抬头，不可能，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财务呢？刘丽，给我滚过来！但这一次，他的怒火不再是对着我，而是转向了那个不存在于此地的人。人群中，人事总监赶紧拿出手机，开始拨打电话。我又开口了：钱董，您不用找刘总监了，我刚刚已经跟他通过电话了。钱东升的动作一致。他说什么？我扯了扯嘴角，露出了一个算不上是笑容的表情。他说年会上您说得很清楚，就是19元。他说是我想钱想疯了，产生了幻听。他还说您当时说的后半句是祝你万事如意，是我自己把万事如意听成了1000万。我的话像一颗又一颗的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周围的同事们开始窃窃私语，他们的脸上同样写满了震惊和不可思议。万事如意，怎么可能？我听得清清楚楚，是1900万。生的，是啊，我也听到了，当时羡慕死了。这也太扯了，把人当傻子耍吗？难怪王主管要辞职，就是这换谁谁受得了啊！钱东升的脸色已经从猪肝色变成了酱紫色，他握着我的手机，手背上青筋暴起，身体因为极度的愤怒而在微微发抖。他终于明白了这整件事有多么的荒谬，多么的离谱。他昨天亲手把我捧上了神坛，今天他的财务总监就用19块钱狠狠地打他脸。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他怒吼一声，把我那只价值不菲的手机狠狠地砸在了地上，手机屏幕瞬间4分5裂。刘丽这个蠢货，把人呢，立刻给我滚过来！5分钟之内不到，让他卷铺盖滚出这个城市！钱东升彻底失态了，他像一头困在笼子里的野兽，来回踱步，暴躁地嘶吼着。我看着地上已经碎屏的手机，心里没有一丝波澜。碎了也好，就当是和这家公司做个了断。我弯下腰，平静地捡起手机的残骸，然后转身看向钱东升。钱董，手机您不用赔了，就当是我这5年青春的遣散费。辞职信我已经发到您邮箱了。从现在开始，我王威跟飞驰集团再无任何关系。说完，我不再看他，也不再看那些表情各异的同事。我抱着我的纸箱，里面装着我5年来所有的办公用品，一步一步走向门口。站住！钱东升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带着一丝压抑不住的惊慌。王威，你给我站住！我停下脚步，但没有回头。这是个误会，彻头彻尾的误会。钱我马上让人补给你，1分都不会少。你先把辞职信撤回来。他语气急切，公司不能没有你。我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钱董，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心的问题。我的心已经凉透了。我的话音落下，整个办公室再次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看着我的背影，又看看暴怒之后显得有些手足无措的钱东升。这场闹剧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钱东升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他大概这辈子都没这么丢脸过，当着全公司高管和核心员工的面，被一个他亲手提拔起来的下属用最平静的方式狠狠地扇了一耳光。他想发火，却发现自己理亏词穷；他想挽留，却发现对方去意已决。他终于还是放缓了语气，试图做最后的努力。王威，我知道你受了委屈，这件事儿是公司对不起你，是我用人不明，让刘丽那样的蠢货伤害了你的感情。你放心，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他开除，让他在这个行业里永不录用。他的声音里充满了诚意，似乎只要他处理了刘丽，就能抹平这一切。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一阵高跟鞋的急促敲击声。财务总监刘丽终于在人事总监的连环夺命扣之下姗姗来迟。他大概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脸上甚至还带着一丝被打扰工作的不悦。当他看到办公室里这剑拔弩张的阵仗时，明显愣了一下，尤其是当他的目光和钱东升那要杀人般的眼神对上时，他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得一干二净。刘丽，钱东升冷笑一声，你可真行啊！我昨天在年会上说了什么？刘丽咽了口唾沫，眼神有些闪躲。您说要奖励王主管，奖励多少？奖励多少？刘丽的声音越来越小。19。他似乎也意识到了不对劲，整个办公室的气氛压抑的让他喘不过气来。钱东升逼近到他面前19什么？居高临下的盯着他，说清楚，大声点儿。是19元，祝他万事如意。刘丽在钱东升的逼视下，竟然还敢重复那套说辞，我几乎要为他的勇气鼓掌了。啪！一声清脆响亮的耳光响彻整个办公室。钱东升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他指着刘丽的鼻子，手指颤抖。万事如意，我让你万事如意，我他妈说的是1900万，1900万！钱东升的咆哮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刘丽捂着脸，瑟瑟发抖。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钱东升会如此暴怒？明明以前他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你猪油蒙了心是不是？谁给你的胆子篡改我的决定？谁让你羞辱公司的功臣？说，是谁指使你的？刘丽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她的眼神下意识地朝着人群中某个方向瞟了一眼，虽然只是一瞬间，但我捕捉到了。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看到的是董事长的夫人，也是公司的副总裁张兰。张兰正站在人群后面，脸上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惊讶和担忧，仿佛她也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感到无比震惊。但她的眼神深处那一闪而过的幸灾乐祸，却没有逃过我的眼睛。我瞬间明白了，原来是她。我早就听说张兰一直看我不顺眼，她认为我一个年轻女人在公司里升得太快，风头太盛，更重要的是，她觉得我和钱东升走得太近，威胁到了她的地位，所以是她授意刘丽用这种方式来羞辱我，逼我走，真是好一招借刀杀人。只可惜她没料到我的离开会引发这么大的风暴，甚至会动摇到公司的根基。钱东升显然也注意到了刘丽的眼神，他猛地回头，凌厉的目光扫向张兰。夫妻多年，他或许也猜到了几分。张兰的身体僵硬了一下，但他很快就调整过来，脸上露出无辜又痛心的表情。东升，你这是干什么？
有话好好说，怎么还动起手来了？他的语气像是在劝架，又像是在撇清关系。钱东升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眼神复杂，但他最终还是没有当众把家丑外扬。他转回头，重新指着地上的刘丽：“你被解雇了，你现在就滚！我不想再在公司看到你。”他不再理会瘫软如泥的刘丽，快步走到我面前，脸上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微微，你看，害群之马我已经处理掉了，都是他自作主张，曲解了我的意思，才造成这么大误会，你别往心里去。他试图来拍我的肩膀，被我侧身躲开了，他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中。钱，我现在就让新财务转给你。不，我用私人账户，立刻转给你2000万，就当是公司给你的补偿。他开出了更高的价码，试图用钱来抚平我心里的伤痕。辞职的事儿，就当没发生过，好不好？他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恳求。周围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等着我的回答。在他们看来，董事长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给足了我面子，我却笑了。钱董，谢谢您的慷慨，但辞职我不会撤回。让我心寒的从不是19元，是功臣的尊严被随意践踏。今天是刘丽，明天是李丽、张丽，只要这种土壤还在，就永远会结出恶之花。对不起。这个地方我不想再待了。我说完，抱着我的纸箱，再次转身。这一次，再也没有人敢拦我。我走出了办公室，身后是钱东升气急败坏的怒吼和同事们复杂的议论声。但我已经不在乎了。当我迈出那扇门的时候，过去5年的种种，无论是荣耀还是屈辱，都已经被我彻底抛在了身后。电梯门打开，我走了进去，看着镜面里倒映出的自己，脸色有些苍白。你做对了，但眼神却异常坚定。电梯下到1楼，我抱着纸箱走出了飞驰集团的大门，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我抬头看了一眼这栋我奋斗了5年的大楼，心里没有留恋，只有解脱。手机的残骸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我拿出来看了一眼，屏幕碎裂的缝隙里还能勉强看到来电显示是妈妈。我划开接听键，手机的扬声器发出了刺啦刺啦的电流声。微微啊，你人呢？妈在你小区门口这个小公园等你半天了。妈妈的声音依然充满了兴奋和期待。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可急死我了！我的心猛地一揪，最艰难的时刻还是来了。我该怎么告诉他？告诉他那所谓的1900万只是一个笑话，告诉他他满心期待的望江府已经变成了泡影，告诉他他的女儿在人生最高光的时刻失业了。妈，我有点事儿，刚从公司出来，我马上就回来。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公司？你今天不是休息吗？又去加班啦？你这孩子就是太拼了，现在都有钱了，也该好好歇歇了。妈跟你说，那破工作咱不干了，咱自己当老板。听着妈妈对未来的美好规划，不能哭，至少不能在妈妈面前哭。我的鼻子一阵阵发酸，眼泪差点就掉了下来。我死死地咬住嘴唇，把所有的委屈和酸楚都咽回了肚子里。您别急，我这就打车回去，我们见面说。好，你快点啊，妈都等不及呀，去看咱们的新房子了。挂掉电话，手机屏幕彻底黑了下去。寿终正寝，我站在路边看着车水马龙，一时间有些茫然。我该去哪儿？回那个狭小却曾经带给我无数梦想的出租屋吗？然后亲手打碎我妈妈所有的期望？我做不到。就在我彷徨无措的时候，一辆黑色的宾利缓缓地停在了我的面前，车窗降下，露出一张我意想不到的脸，是钱东升。此刻的他脸上已经没有了刚才的暴怒和失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复杂的疲惫。上车。他看着我，声音沙哑。我们谈谈。我没有动，我想只是抱着纸箱，冷冷地看着他。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他的语气不容置疑。有关于天穹计划。听到这4个字，我的心脏漏跳了一拍。天穹计划，那是我耗费了整整3年心血的项目，是我带领团队从无到有，攻克了无数技术难关才搭建起来的核心技术框架。天穹计划就是飞驰集团未来10年的命脉所在，也是我在这家公司安身立命的最大资本。王伟，你不能走，至少现在不能。下个月我们就要和天宇集团正面竞标了。天穹计划的核心算法只有你一个人完全掌握，这个项目要是丢了，飞驰就完了。我求你。我看着他，第一次从他那张永远意气风发的脸上看到了一丝恳求，甚至是一丝恐惧。我明白了，这才是他今天愿意放下身段，一再挽留我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我是功臣，不是因为您爱惜人才，更不是因为您对我有什么情分，而是因为我手里的技术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替代的。没有我，您的商业帝国随时可能崩塌。真是可笑。
我为公司卖命5年，抵不过一个可以被随意篡改的数字，而我呕心沥血3年的成果，却成绑架我的筹码。钱董，我笑了，笑得有些悲凉。公司完了，与我何干？飞驰集团的生死存亡，好像不是我这个已经离职的员工需要考虑的问题吧？我的话像一把刀子插进了他的心脏，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王威，你别忘了，你签了竞业协议。他开始威胁我，你掌握着公司最核心的机密，只要你敢泄露出去，或者跳槽到竞争对手那里去，我保证让你牢底坐穿。哦，我挑了挑眉。您放心，我不会去天宇集团，我只是不想再为飞驰集团工作了而已。这不违反竞业协议吧？钱东升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竞业协议只能限制我不能去竞争对手那里，却不能强迫我必须留下来为他工作。气氛陷入了僵局。钱东升死死地盯着我，眼神阴晴不定。他知道硬的不行，只能来软的。薇薇，他的语气再次软了下来。算我求你，就当是帮我一个忙，帮公司度过这个难关。只要我们赢了天宇集团的竞标，拿下了那个100亿级别的大单，我给你公司的股份。我让你做公司的副总裁，真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开出了一个让我无法拒绝的条件：股份、副总裁，这是我过去5年做梦都不敢想的位置。如果是在昨天之前，我一定会感动的流泪，感激他。但是现在，我的心不会再被这些空洞的承诺所打扰。一个能将1900万奖金变成19元的老板承诺的价值是多少？对不起，钱董，我累了。我只想好好休息一段时间。至于天穹计划，我相信公司的团队，没有我一样可以完成。我说的是真心话，但钱东升显然不这么认为。他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狠厉。王威，你不要不识好歹，你真以为这个公司离了你就玩不转了吗？我告诉你，绝对不可能。你今天要是敢从这里走出去，以后就别想再回来。他下了最后的通牒，我抱着纸箱对着他微微鞠了一躬。那就祝钱董马到成功。说完，我不再看他，转身走向路边，伸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从后视镜里，我看到钱东升那辆宾利还停在原地，像一头沉默的受伤的野兽，而我像一个逃离牢笼的囚鸟，飞向了属于我自己的那片未知的但却自由的天空。出租车在城市里穿行，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心情却始终无法平静。我的妈妈还在公园里等着我，等着她的女儿衣锦还乡，带她住进梦寐以求的大房子，而我却要亲手捏碎她所有的美梦。车子停在了我租住的老旧小区门口，我付了钱，抱着纸箱一步步走向那个熟悉的小公园。远远的我就看到了妈妈的身影，她坐在长椅上，身边放着几个鼓鼓囊囊的布袋子，那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家乡特产，脸上是藏不住的焦急和期待。看到我出现，她的眼睛瞬间亮了，她快步向我跑来，脸上笑开了花。你这孩子怎么才回来呀？妈等你半天了。她接过我手里的纸箱，掂了掂，怎么还抱着个箱子？公司发的年货。哎呀，这箱子还挺沉。我看着她灿烂的笑脸，喉咙里像堵了什么东西，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你脸色怎么这么差？是不是又没好好吃饭？走走走，先回家，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排骨。我终于鼓起勇气打断了她。妈，我们不回家，我带您去住酒店。妈妈愣住了。住什么酒店啊？家里不是好好的吗？多浪费钱啊！我深吸一口气，眼眶有些发热。我失业了。这4个字我说得很轻，却像4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妈妈的心上。她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失业了？怎么会呢？昨天不还好好的吗？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仿佛在听一个天方夜谭。那1900万的年终奖呢？她的声音开始控制不住地发抖。我没有说话，我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了那部已经碎成蜘蛛网的手机，递到了她的面前。虽然已经黑屏了，但那惨烈的模样已经说明了一切。妈妈看着那部手机，又看看我，她的嘴唇哆嗦着，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心痛。孩子，到底怎么了？她一把抓住我的手，指尖冰凉，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滚而下。我把昨天年会后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她，从1900万的口头支票到19块钱的银行到账，从刘丽的嚣张跋扈到钱东升的翻脸无情。我讲得很平静，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刻意渲染我的委屈，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一个荒诞到可笑的事实。妈妈静静地听着，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变得苍白如纸。公园里的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也吹凉了我们母女俩的心。我说完了，抱着她，把头埋在她的肩膀上，无声的哭泣。良久，妈妈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背，不哭了，薇薇。她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却异常的坚定。工作没了，咱再找；钱没了，咱再挣。只要我女儿好好的，比什么都强。那
那种狼心狗肺的公司，那种不仁不义的老板，咱不伺候了，走，妈带你去吃好吃的，吃完了咱们就把这破地方给退了。妈妈的话像一股温暖的溪流，淌过我冰冷的心田，驱散了所有的阴霾和委屈。我擦干眼泪，点了点头。我扶着妈妈准备离开这个伤心之地，妈妈的手机却在这个时候突然响了起来。喂，你好，哪位？请问是王薇女士的母亲吗？我是飞驰集团法务部的，我姓李，我代表公司正式通知你，你的女儿王薇因涉嫌公司核心商业机密，并恶意违反竞业协议，我们已经提起了诉讼。起诉传票很快就会寄给你们，请转告王薇女士，做好准备。我们要求她赔偿公司经济损失，共计3000万元。电话那头的声音，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了毒的冰刀，狠狠地扎进了我们的心脏。妈妈的手机从手里滑落，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她的身体晃了晃，直直地向后倒去。我惊恐的大叫，一把抱住了她。我妈晕倒了，无论我怎么呼喊，她都没有反应。我吓得魂飞魄散，慌乱地拨打了急救电话。等待救护车的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我抱着妈妈渐渐冰冷的身体，脑子里一片空白。飞驰集团法务部窃取商业机密，违反竞业协议，3000万的索赔。钱东升，你好狠！你这不只是要把我逼上绝路，你这是要我的命！救护车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医院的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我坐在急诊室门口的椅子上，浑身冰冷，不停地发抖。1个小时后，医生出来了。没什么大碍，输点液，休息一下就好了。你们家属以后要注意，别再让老人受这么大的刺激了。医生的话让我悬着的心稍微放下了一些，却也像一根根针扎在我的心上。都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我，妈妈就不会受这个罪。病房里，妈妈安静地躺在病床上，挂着点滴，她的脸色依旧苍白，眉头紧锁，似乎在梦里也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我坐在床边，握着她布满老茧的手，眼泪无声地滑落。我拿出自己的备用旧手机，开机，一条短信立刻弹了出来，是公司法务部那个姓李的人发来的，内容和电话里说的一模一样，只是最后还附上了一份律师函的电子版。我点开那份文件，罗列着我的罪状，说我利用职务之便拷贝了天穹计划的全部核心代码，说我与竞争对手天宇集团的高层有不正当接触，说我的离职本身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背叛，每一条都是欲加之罪，每一条都足以让我身败名裂，甚至锒铛入狱。现在我才发现，那份协议里的条款苛刻到了近乎变态的地步，它不仅限制我离职后2年内不能加入任何有竞争关系的公司，甚至连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都不允许我触碰，一旦违约就要赔偿公司一笔天价的违约金。这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从我踏入飞驰集团的第一天起，就已经被套上了枷锁。我关掉手机，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钱东升不愧是商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老狐狸，他的手段滴水不漏，他这是要彻底断了我所有的后路。可是我能回去吗？回到那个让我受尽屈辱还要被时时提防的地方？不，我绝不，就算是死我也不会再向他低头。我在网上开始搜索专业的劳动法律师，找了很久，终于联系上了一位在业界颇有名气的律师，姓张。我把我的情况和盘托出，张律师听完后沉默了很久。王小姐，飞驰集团法务部的负责人李明，我认识，这个人是业内出了名的难缠，手段非常狠辣。他们既然敢发律师函，就说明他们手上一定掌握了某些所谓的证据，这些证据哪怕是伪造，足够给你造成巨大的麻烦。至于那份竞业协议，它的条款已经接近于霸王条款，是有争议的，但是打这种官司花费巨大，对方是公司有专业的团队，有耗不尽的资源，而你这场官司打起来，你几乎没有任何胜算。张律师的话像一盆冰水，从我的头顶浇到了脚底。那我该怎么办？我的声音带着一丝绝望的颤抖。最好的选择是和解，你主动回去找钱钟生，跟他谈，姿态放低一点，服个软，把不该拿的东西还回去。只要你肯回去继续负责那个项目，他大概率会撤诉。毕竟他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那3000万，而是为了留住你这个人。和解、服软，又是这2个词，难道我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了吗？张律师，如果我不和解，坚持要打官司呢？那你就需要做好倾家荡产，甚至承担刑事责任的准备。律师费前期就需要支付30万，我工作5年所有的积蓄，加上卖掉老家房子的钱，也才刚刚凑够这个数。如果不把这笔钱投进去，打一场注定会输的官司，那我将一无所有。我挂掉了电话，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我看着病床上昏睡的母亲，心里是无尽的悔恨和痛苦。我到底该怎么办？就在我万念俱灰的时候，我的旧手机又震动了一下，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发来的一条短信：想赢吗？来南城区的不见咖啡馆，我等你。署名只有1个字，故。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来由的短信，发信人神秘莫测，内容更是充满了蛊惑。想赢吗？我盯着那3个字，心脏不受控制的狂跳起来。我当然想赢，我做梦都想。我不仅要赢，我还要让钱东升为他对我做的一切付出惨痛的代价。可是这个顾是谁？他为什么要帮我？这是一个陷阱吗？是钱东升派来试探我，或者羞辱我的又一个圈套？无数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翻涌，理智告诉我这很危险，我不应该去，但情感深处却有一个声音在呐喊：去，这是你唯一的机会。我看了看病床上仍在熟睡的妈妈，帮她掖了掖背景，然后
我站起身，走出了病房。我给护工打了个电话，请他过来帮忙照看一下。然后我走出了医院。师傅，去南城区不见咖啡馆。车子再次驶入了城市的车流，我的手心全是冷汗。我不知道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但我知道我必须去。我的人生不能就这么被毁掉。不见咖啡馆，名字很有意境，它坐落在一个很安静的街角，装修的古朴而典雅。我推门进去，风铃发出一阵清脆的响声。咖啡馆里人很少，光线有些昏暗，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咖啡香气。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背对着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杯正在冒着热气的咖啡。听到风铃声，他缓缓地转过头来，那是一张很英俊但却无比冷峻的脸，年纪大约30岁出头，五官轮廓分明，像是刀刻出来的一样。他的眼神深邃而锐利，仿佛能看穿人心。看到我，他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意外，只是微微抬了抬下巴，示意我坐到他对面。我走了过去，拉开椅子坐下，心脏在胸腔里剧烈的跳动。他先开了口，声音低沉，富有磁性。王薇小姐，你好，我是顾衍。顾衍这个名字我似乎在哪里听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我问：是你发的短信？他言简意赅。是。我直视着他的眼睛，问出了我心里最大的疑问：你是谁？为什么要帮我？顾衍的嘴角勾起了一抹若有若无的弧度，那不是一个温暖的笑容，反而带着一丝冰冷的嘲讽。我不是在帮你，我是在帮我自己。我们的敌人是同一个人。他的话让我愣住了。钱东升？没错。顾衍端起咖啡，轻轻抿了一口。我需要你手里的东西。我警惕地看着他。什么东西？天穹计划最核心的底层算法逻辑。他的话像一颗惊雷在我的耳边炸响，我的瞳孔猛地收缩。你怎么知道？天穹计划的核心算法是整个项目的最高机密，除了我之外，只有钱东升一个人知道它的完整构架。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我不仅知道。顾衍放下咖啡杯，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份文件，推到了我的面前。我还知道，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不是属于飞驰集团的。我疑惑地拿起那份文件，打开第1页，是一份项目专利的转让协议。专利的持有方是一家我从未听说过的小型科技公司，叫做启明智能，而受让方赫然是飞驰集团。协议的签署日期是3年前，正是我刚刚接手天穹计划的时候。而那份专利的内容，竟然就是天穹计划最原始的创意和构想。我的大脑嗡的一声。钱东升，天穹计划是我亲自构思的，是我们飞驰集团完全自主研发的原创项目。3年，我付出了3年的心血和青春，我只是一个被蒙在鼓里的高级代码工人。启明智能是我父亲的公司，3年前，我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趁着公司无人管理，用一份卑劣的合同，以极低的价格骗走了我父亲一生的心血。顾衍的声音将我从震惊中拉了回来。这些年，我一直在收集证据，想要拿回属于我们顾家的东西。只可惜钱东升做事滴水不漏，我始终找不到可以一击致命的证据，直到你的出现。他看着我，眼神里闪烁着一种名为希望的光芒。王薇，你是天穹计划的核心构建者，只有你最清楚这个项目的每一行代码是如何从无到有搭建起来的，也只有你能证明这个项目如今的辉煌与他最初拿到的那个空壳构想有着天壤之别。你的证词加上这份原始的专利转让协议，就是我们扳倒钱东升最有力的武器。我明白了，钱东升为什么要用那种方式羞辱我？他害怕我这个唯一的知情人离开他掌控，他害怕我会发现天球计划背后那肮脏的秘密。原来如此，何其可笑，何其可悲！我紧紧地攥着那份文件，指节因为用力而阵阵发白。原来我所以为的因为功高盖主而遭到的打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为了掩盖更大罪恶的精心布局。一股比被19块钱羞辱时还要强烈100倍的愤怒和恶心涌上了我的心头。钱东升，你不仅是个无情无义的资本家，你还是个卑鄙无耻的窃贼。我凭什么相信你？我抬起头看着顾衍，声音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也许这一切都是你编造出来，为了骗我帮你对付钱东升的谎言。毕竟你们天宇集团和飞驰集团是最大的竞争对手。等等，天宇集团？我终于想起来，顾衍这个名字我在哪里听过了。天宇集团的创始人好像就姓顾。顾衍正是天宇集团传说中那个神秘的、从未在公开场合露过面的少东家。我的心跳在这一瞬间几乎停止。天宇集团，飞驰集团最大的死对头，这一切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将我越卷越深。我看着他，眼里的震惊慢慢变成了警惕和怀疑。所以，你找我不只是为了给你父亲报仇，你更是为了打垮飞驰，帮你自己的公司赢得那场100亿竞标。我的声音冰冷了下来。我恨钱东升，但我也不想成为另一个人用来攻城略渡的棋子。从一个火坑跳进另一个冰窟，那没有任何意义。顾衍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他那张冷峻的脸上第一次
露出了一丝自嘲的笑容。商场如战场，我承认我有我的私心。扳倒钱东升，夺回天穹计划，既是为了我父亲的正义，也是为了天宇集团的未来，这两者并不冲突。他坦诚的让我有些意外。但是，王威，他的目光重新变得锐利起来。你和我，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钱东升已经对你发起了诉讼，索赔3000万。以他的手段，你觉得你有任何胜算吗？他会动用所有的资源，把你的人生彻底毁掉，让你背上巨额债务，让你在这个行业永无翻身之日，甚至让你进去。他的每一个字都像一记重锤砸在我的心上。我知道，他说的都是事实，而我可以帮你。眼神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我的律师团队是全国最顶尖的，他们可以帮你应对这场官司，让你毫发无损。你母亲的医疗费用我会全部承担，并且安排最好的医生和病房。你所有的后顾之忧，我都可以帮你解决。我需要的只是你的合作，一个能证明天穹计划真正归属的最核心的人证。他的条件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不容拒绝的压迫感。他把我所有的退路都堵死了，也把我所有的希望都摆在了面前。我沉默了。咖啡馆里只有舒缓的音乐在流淌，我的脑子里在进行着天人交战。相信他吗？相信这个目的不纯的男人。可是除了相信他，我还有别的选择吗？我没有。钱东升的狠，张兰的毒，刘丽的恶，已经让我对那个我曾经奋斗过的地方没有了半分留恋，有的只是刻骨的恨意。他们想毁了我，那我又何必对他们心慈手软？我抬起头，迎上顾衍的目光。好，我答应，但是我也有我的条件。说。第一，我要钱东升身败名裂；第二，我要他一手创立的飞驰集团付出他应有的代价；第三，天穹计划必须从飞驰集团的手里拿回来。你的条件就是我的目标。他是我3年的心血，我不允许他被一个窃贼继续玷污。我说的斩钉截铁，这不是一个交易，这是我的复仇宣言。顾衍看着我，眼神里第一次流露出了一丝真正的欣赏。他笑了，他伸出手。那么，合作愉快。我看着他修长而有力的手，犹豫了片刻，然后我也伸出手握住了他。他的手很冷，像一块没有温度的玉石，但却给了我一丝冰冷的可以燎原的力量。从咖啡馆出来，顾衍给了我一张不记名的银行卡，这里面有50万，你先用着。你母亲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会立刻转到本市最好的私立医院。我的律师半小时后会联系你。从现在开始，他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把所有关于天穹计划你独立开发和创造的证据全部复原出来，越多越详细越好。我们需要在开庭之前准备好一颗足以炸毁整个飞驰集团的重磅炸弹。我点了点头，我明白。和他告别后，我打车回了医院。果然，妈妈已经被转移到了 VIP 病房，环境、设施都比之前好了无数倍。护士告诉我，一位姓顾的先生已经预付了所有的费用。我坐在妈妈的床边，握着她的手，心里五味杂陈。我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这条路的尽头可能是万丈深渊，也可能是浴火重生。我的新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顾衍的律师团队发来的邮件，他们已经正式接手我的案子，并以我的名义向飞驰集团的法务部发去了律师函，否认所有指控，并保留对飞驰集团恶意诉讼、诽谤和名誉侵害进行反诉的权利。第一枪已经打响，王威，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软弱，你要变成一把刀，一把足以刺穿所有黑暗和肮脏的复仇之刃。回到医院的时候，妈妈已经醒了，她看到我浑浊的眼睛里立刻充满了担忧和惊恐。薇薇，他们没有把你怎么样吧？她挣扎着想要坐起来，妈，我赶紧按住她。我没事儿，您别激动，您放心，所有的事情我都会解决的。可是带着哭腔，可是那3000万，我们家就算是砸锅卖铁也凑不齐那么多钱啊！那帮天杀的是想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妈，您别担心钱的事情，我已经找到了一个很厉害的律师，他告诉我这场官司我们不一定会输。我没有告诉他顾衍的事情，我怕他担心，怕他觉得我是以身饲虎，做了更危险的事情。我只想让他能够安心养病。真的吗？妈妈半信半疑地看着我。当然是真的。我努力地挤出一个笑容。您忘了，你女儿可是很厉害的，以前那么多困难都闯过来了。这点小事儿算什么？薇薇，这得花多少钱啊？公司给的遣散费够吗？妈，您就安心住着，把身体养好，比什么都重要。在我的再三安慰下，妈妈的情绪终于渐渐稳定了下来。她躺在床上，看着这间豪华的单人病房，又有些不安。她还是以为这是我用自己的钱安排的。我够了，妈，您就安心住着，安顿好妈妈，把身体养好，比什么都重要。安顿好妈妈。我走出了病房，顾衍的律师团队效率高得惊人。我刚出门就接到了首席律师张博的电话。喂，王小姐，
我们已经和飞驰集团的法务部进行了初步沟通，对方态度非常强硬，拒绝撤诉，这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接下来，我们需要您尽快提供我之前在邮件里提到的那些证据。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您在天穹计划中的核心原创贡献。这是我们反击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明白，给我3天时间。张博的声音冷静而专业。我打车去了顾衍给我安排的一个地方，那是一间位于市中心顶级写字楼里的独立办公室，安保系统是军用级别的，里面配备了最顶尖的电脑设备。顾衍已经提前让人为我准备好了一切。接下来的3天，我把自己完全锁在了这间办公室里，不分昼夜，把自己沉浸在过去3年的记忆海洋里，一行行代码在我眼前飞速闪过，一个个算法模型在我脑海里重新构建。每一次技术瓶颈的突破，每一次推倒重来的绝望，每一次柳暗花明的狂喜，那些我曾经以为只是枯燥工作的瞬间，此刻回想起来，却像是一幕幕的电影，清晰而深刻。我将天穹计划的整个框架，从底层逻辑到前端应用，全部复刻了出来。我还找出了我过去3年为了攻克技术难关，自学过的所有专业书籍，发表过的所有学术论文，以及我和团队成员之间几万封的技术讨论邮件，这些都是我心血的证明，都是钱东升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痕迹。与此同时，飞驰集团内部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使我离职的消息和我被公司起诉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公司的每一个角落，而那封由顶尖律所发出的措辞强硬的反诉律师函更是让所有人都震惊了。没有人想到我这个看似柔弱的技术主管竟然敢和公司硬碰硬，更没有人想到我的背后竟然有如此强大的法律支持。天穹计划的项目组军心彻底散了，我是这个项目绝对的核心和灵魂，我的离开等于抽走了整个项目的主心骨，项目组里的几个核心骨干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他们对我既有敬佩也有情谊，现在看到公司用如此卑劣的手段对我，他们心里充满了愤怒和失望，工作自然也就懈怠了下来。距离和天宇集团竞标的日子越来越近，钱东升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召开了好几次项目动员大会，又是许诺高额奖金，又是画下美好蓝图，但都收效甚微。因为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让他亡魂皆冒的事实，天穹计划里最核心的那个加密算法模块，除了我之外，整个公司竟然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完全破解和操控。那个模块是我为了保护项目核心数据，耗费了半年心血独立编写的，它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团队里其他人的技术水平，没有这个模块的完整权限，他们根本无法向竞标方展示天穹计划最引以为傲的数据处理能力。换句话说，没有我，他们手里的天穹计划就是一个无法启动的华丽空壳。钱东升终于感到了真正的恐慌，他再一次拨通了我的电话，而这一次他的声音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和威胁，只剩下压抑不住的焦躁。电话里钱东升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王威，你在哪儿？我们见一面。我能想象得到，这几天他一定过得非常煎熬。王威，算我错了，行吗？见我没有反应，他终于还是放下了他那高高在上的姿态，语气近乎于哀求。之前的事情都是误会，我已经把他们2个都停职了。是刘丽那个蠢货和张兰那个疯婆子在背后搞鬼。只要你肯回来，公司的副总裁就是你的。股份我也给你5%，不，10%。那3000万的诉讼，我马上就撤销。我再公开向你道歉。他开出的条件一次比一次优厚，优厚到足以让任何一个职场人都无法拒绝。股份、副总裁、公开道歉，他把他能给的全都摆在了桌面上，只为了让我回去帮他赢得那场决定公司生死的竞标，真是可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果他在收到我辞职信的那一刻，选择的不是暴怒和威胁，而是调查和安抚，或许我们之间还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可惜没有如果。钱董，您觉得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有，当然有。薇薇，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但我们不能意气用事啊。天穹计划是你3年的心血，你真的忍心看着它就这么毁掉吗？飞驰集团是你奋斗了5年的地方，你真的对他没有一点感情了吗？他又开始打感情牌，试图用所谓的心血和感情来绑架我。我笑了。钱董，我的心血早在收到那19块钱的时候就已经被你们践踏的一文不值了。我对公司的感情也在看到那封3000万索赔的律师函时彻底死心了。现在我跟飞驰集团只有一笔账要算，一笔关于名誉、尊严和公道的账。我的话让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大概是没想到我的态度会如此决绝，他以为用钱用权就能轻易的让我回头，他错了，他永远也不会明白，有些东西一旦破碎了就再也无法复原，比如信任，比如人心。王威，你非要这么绝情吗？你别忘了，你妈妈还在医院里。你真以为你找了个好律师就能放松吗？我告诉你，在这个城市，我说了算。用我最在乎的，我的妈妈来逼我。这一刻，我心中最后一丝犹豫也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满腔怒火。钱东升，你敢动我妈一根头发，我保证会让你后悔。我说完，直接挂断了电话。我立刻给顾衍打了过去，把钱东升威胁我的事情告诉了他。顾衍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沉稳。放心，医院那边
我已经加派了双倍的安保，24小时轮流值守，任何人都别想靠近阿姨的病房半步。她这是黔驴技穷了，说明我们的反击已经打到了她的痛处。她越是这样，就越证明我们做对了。听了他的话，我悬着的心才稍微放下一些。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顾衍问。我看着电脑屏幕上，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技术文档、代码记录、邮件往来，我都已经整理完毕。很好。顾衍的声音里透着一丝赞许。把文件发给张律师，然后好好休息一下，准备看一场好戏。挂掉电话，我的心情久久无法平复。钱东升的无耻再一次刷新了我的认知，而他的妻子张兰，那个躲在幕后策划了这一切的女人，她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我不敢想象。我只知道这场战争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更是为了保护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夜里，我躺在办公室的休息间里，辗转反侧，手机突然疯狂地响了起来，是医院护工打来的，带着惊恐的哭腔。王小姐，不好了，您快来啊！有人要闯进您母亲的病房，他们打伤了保安，手里还拿着刀。张兰，我的血液在那一瞬间仿佛凝固了。我抓起外套，疯了一样的冲出办公室。张兰，一定是他，这个疯子，他真的敢！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医院，整条走廊已经被封锁，几个警察正在维持秩序，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紧张到令人窒息的气息。我看到了那几个穿着黑色西装的安保人员，是顾衍的人，他们身上带着伤，但依然像铁塔一样守在病房门口。地上躺着2个被制服的男人，他们的脸上是穷凶极恶的狰狞，旁边散落着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我的心脏在那一刻几乎停止了跳动。如果不是顾衍提前做了安排，如果这把刀是扎在我妈妈的身上，我不敢想下去。我的身体开始无法控制的颤抖。护工看到我，哭着跑了过来。王小姐，您可算来了，吓死我了！刚才这2个人就跟疯了一样往里冲，嘴里还喊着要杀了你们母女俩。幸亏这几位先生反应快，把他们拦住了。我走到病房门口，透过门上的玻璃窗，我看到妈妈依然在昏睡，她对外面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这或许是最好的结果。我的目光落在那2个凶徒的身上，王威，眼神里是我自己都感到陌生的冰冷的杀意。一个沉稳的声音从我身后响起，我回头，是顾衍，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了，他就站在我身后看着我，深邃的眼眸里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别怕，一切有我。这简单的4个字像是一道坚固的堤坝，瞬间挡住了我心中所有即将崩溃的恐惧和慌乱。他们，我的眼眶猛地一热，是张兰派来的。我的声音嘶哑的厉害。8九不离10。顾衍的脸色，我已经让人去查了，也冷了下来。很快就会有结果。这个女人已经疯了。我们正说着，一个熟悉的身影跌跌撞撞地从走廊尽头跑了过来，是钱东升。他看起来比我上次见他时还要憔悴和狼狈，头发凌乱，西装也皱巴巴的，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惊慌和恐惧。他看到眼前的景象，尤其是地上的那把刀时，他的腿明显软了一下。他冲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的手臂。薇薇，你听我解释，这件事跟我没关系，绝对跟我没关系。是张兰，是那个疯女人自作主张，她就是个神经病，她想毁了我，她想毁了我们所有人。他语无伦次地辩解着，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他怕的不是我，而是他眼前这位气场强大、身份神秘的男人。他怕的是顾衍。很显然，他已经查到了顾衍的身份，也猜到了顾衍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看着他这副急于撇清关系的嘴脸，只觉得无比恶心。我冷笑一声，跟你没关系，甩开他的手。钱东升，你老婆派人来杀我妈，你跟我说跟你没关系，她是你的枕边人，不是我的。你们夫妻之间的事情，别把我扯进来。我只知道，今天我妈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不仅要让张兰陪葬，我还要让你整个飞驰集团都给她垫背。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冰窖里捞出来的，带着刺骨的寒意。钱东升被我的话震得后退了一步，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仿佛是第一次认识我一样。他大概从来没想过，那个在他面前一向温顺隐忍的女下属会说出如此狠厉的话。顾衍站在我身边，没有说话，但他身上散发出的强大气场已经说明了一切。他是在为我站台，他是在告诉钱东升，王威现在是我的人，你想动他，先问问我答不答应。钱东升的脸色变得惨白，他看着我，又看看顾衍，嘴唇哆嗦了半天，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知道他完了，从他老婆做出这种蠢事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警察走了过来。谁是王薇女士？我是。我们需要你跟我们回去做个简单的询问。还有他，我们也要带走。我回头看了一眼病房里的妈妈，然后对顾衍说：我妈这里拜托你了。放心。顾衍的眼神去吧，让我感到安心。剩下的事情交给我。
我跟着警察走向电梯，在我转身的那一刻，我看到钱东升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倒在了地上。我从警局出来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做了一整夜的笔录，我身心俱疲，但我的大脑却异常的清醒。那2个凶徒嘴很硬，一口咬定就是他们自己临时起意。我们就是看他不顺眼，和任何人都没关系。警察虽然不信，但没有证据，也无可奈何，只能以故意伤人未遂的罪名暂时将他们拘留。我知道这背后一定是张兰或者钱东升花了大力气，许诺了足够的好处，才让他们把所有罪名都扛了下来。他们想用这种方式金蝉脱壳，把这件恶性事件定性为一场简单的个人冲突，真是天真。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撇清关系了吗？我刚走出警局大门，顾衍的车就停在了我的面前，他亲自来接我，车里开着暖气，他还给我准备了热乎乎的早餐，他递给我一杯热豆浆。辛苦了，先吃点东西。我接过豆浆，暖意从手心传遍了全身，一夜的冰冷和疲惫似乎被驱散了不少。他们什么都没说，我喝了一口豆浆，低声说道。顾衍的表情很平静。他们什么都没说。我知道，我早就料到了。张兰能做出这种事，就不会留下这么明显的把柄。不过，没关系。他发动了车子，缓缓地驶入了清晨的街道。他们不说，不代表我查不到。我的人已经顺着那笔给凶徒的转账记录，查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那笔钱虽然经过了好几次辗转，但最终的源头指向了张兰的亲弟弟张伟。而这个张伟是飞驰集团最大的原材料供应商之一，他名下的公司这几年通过和飞驰集团的合作赚得盆满钵满，其中有很多笔交易都经不起推敲。顾衍一边开车一边条理清晰地向我介绍着他查到的信息，他的声音沉稳而有力。你的意思是？很简单，钱东升和张兰是利益共同体，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搞家族式腐败，侵吞公司的资产。张兰之所以这么排斥你，这么想赶你走，一方面是因为你负责的项目，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负责的项目其中有一项功能进行数据化监管。一旦这个计划全面上线，他们家族那些见不得光的交易就会立刻暴露在阳光下，你动了他们的蛋糕，所以你必须得走，甚至必须得死。顾衍的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心中所有的迷雾。我终于明白了，我终于彻底明白了，为什么张兰会对我抱有那么大的敌意，为什么她要用那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来羞辱我。原来那19块钱不仅仅是羞辱，更是一场警告，警告我不要去触碰那些我不该触碰的领域。原来我以为的那些单纯的职场恩怨，背后竟然隐藏着如此肮脏的利益勾结，真是讽刺。我兢兢业业为公司开发监管系统，却没想到第一个要被这个系统送进炼狱的，竟然就是我老板的家人。我们现在该怎么做？我的声音因为愤怒而有些颤抖。很简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不是想让你身败名裂吗？那我们就先让他们尝尝这种滋味。他把车停在了一个路口，转头看着我，眼神深邃如夜空。我会把这些证明材料匿名的发给飞驰集团所有的董事会成员，还有一些机关。我要让钱东升焦头烂额，自顾不暇。而你需要做的就是准备好我们的第2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关于项目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我要让他在董事会上，在所有股东面前亲口承认，飞驰集团引以为傲的核心技术是他从我父亲手里偷来的。我看着顾衍，看着他那张被复仇的火焰照亮的脸，我的心中涌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战斗的欲望。好，就这么办。目光坚定不移。车子重新启动，窗外的天色已经大亮，一轮红日正从地平线上喷薄而出。我知道，钱东升的黑夜才刚开始。就在这时，钱东升的电话又打了过来，他的声音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恐慌。王威，你到底想怎么样？公司的董事全都疯了。他们收到了匿名的举报信，现在正在召开紧急董事会，要罢免我的董事长职位。是你干的，对不对？电话那头是钱东升气急败坏的咆哮，他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疯狂而又无能为力。我没有说话，我只是静静地听着，甚至从他的声音里品出了一丝快意。这就是他应得的下场。王威，你说话啊！你这个贱人，你到底把那些东西还给了谁？你是不是和顾衍那个小畜生联合起来了？他开始口不择言的辱骂。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办法了？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顾衍就坐在我旁边，他自然也听到了电话里的内容。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他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眼神里闪过一丝凌厉的寒光。你敢这么跟我说话？他伸出手，从我手里拿过了手机，然后
按下了免提键。钱东升，顾衍的声音不大，但却带着一种仿佛来自地狱深处的冰冷。钱东升，我父亲的名字也是你这种人配提的吗？电话那头，钱东升的咒骂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死一般的寂静。他大概是做梦也没想到，接电话的竟然会是顾衍本人。顾衍，钱东升的声音结结巴巴，充满了恐惧。你怎么会和王威在一起？这不关你的事，我只是想提醒你，好戏才刚刚上演。你现在经历的只不过是开胃小菜而已。你和你老婆，还有你们整个家族，这些年吃进去多少不该吃的东西，我会让你们连本带利全都吐出来。还有，3年前你是怎么对我父亲的，我也会10倍、100倍的奉还给你。说完，顾衍没有再给他任何说话的机会，直接挂断了电话，并且将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再次恢复了安静，但我能感觉到顾衍身上散发出的那股强烈的、压抑的怒火。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他一直以来在我面前都是冷静、克制、运筹帷幄的，但父亲这2个字显然是他心中不可触碰的逆鳞。对不起，我低声说道。如果不是因为我，也不会把他逼到这个地步。顾衍转过头看了我一眼，他眼中的寒意渐渐褪去，恢复了平日里的深沉。这不关你的事，就算没有你，我和他之间也迟早会有这一天。你只是让这一天提前到来了而已，而且你做得很好。他的话让我心里稍微好受了一些。我知道我们现在是同一条战线上的盟友，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让钱东升为他犯下的所有罪行付出代价。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去一个可以看戏的地方。顾衍的嘴角重新勾起了一抹掌控一切的笑容。车子一路行驶，最终停在了飞驰集团总部的对面。那是一栋同样高耸入云的写字楼。顾衍带着我坐电梯，直接上了顶楼。顶楼是一间视野极佳的空中会议室，整面墙都是巨大的落地玻璃，从这里可以俯瞰到对面飞驰集团的一举一动。会议室里已经有好几个人在等着了，为首的是张博律师，他的身后是他的精英律师团队。看到我们进来，他们立刻站了起来。顾总，王小姐，张博向我们点了点头。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一张巨大的电子屏幕，屏幕上被分成了好几个窗口，其中一个窗口赫然是飞驰集团内部董事会会议室的实时监控画面。我震惊地看着这一幕。我看着屏幕里的钱东升，他正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上，被一群面色不善的董事团团围住，顾衍淡淡说道，满是汗水，正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解着什么，但显然没有人相信他。我看着屏幕里的钱东升，他正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上，被一群面色不善的董事团团围住，他的脸上满是汗水，正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解着什么，但显然没有人相信他。另一个窗口显示的是飞驰集团的实时股价，那根绿色的线像坐了过山车一样一路狂跌，短短1个上午的时间，公司的市值就已经蒸发了超过10%。还有几个窗口是个大财经新闻的头条：飞驰集团高层内斗，董事长涉嫌家族腐败，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天穹计划面临搁浅，飞驰集团遭匿名举报，税务部门介入调查。一条条新闻触目惊心，像一把把尖刀精准的插进了飞驰集团的心脏。这就是顾衍的实力，这就是他为钱东升精心准备的一场舆论风暴。他要让飞驰集团在万劫不复的深渊里一点一点的沉沦下去。现在时机差不多了，顾衍看了一眼手表，然后对张博律师点了点头，可以开始了。好的，顾总。张博律师拿起了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钱总，我是张博，有件事儿我必须通知你。什么事儿？我们已经向法院提交了第2份诉讼申请，诉讼的内容是关于天穹计划项目的知识产权侵权以及商业欺诈。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该项目的核心专利并不属于飞驰集团。我们要求飞驰集团立刻停止使用该项目进行任何商业活动，并赔偿我方经济损失共计3亿元。张博的声音通过手机的免提清晰地传遍了整个会议室，我也通过监控屏幕清楚地看到对面的钱东升在听到这番话后，他的表情瞬间凝固了，他那张本就毫无血色的脸变得像死人一样惨，他身体一晃，然后直挺挺的从椅子上摔了下去。监控画面里是一片触目惊心的人仰马翻，医护人员冲进了会议室，几个董事会的成员手忙脚乱的帮忙，另外几个则冷漠地站在一旁，眼神里甚至带着一丝幸灾乐祸。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钱东升苦心经营多年的商业帝国，在他倒下的那一刻，已经显露出了分崩离析的征兆。他这是中风了。我看着屏幕里钱东升那张歪斜扭曲的脸，轻声问道：急火攻心，加上巨大的刺激，很有可能。顾衍的声音听不出任何情绪，他只是平静地看着这一切，像一个冷漠的上帝审视着自己亲手导演的戏剧。他会死吗？不会，
我不会让他这么轻易就死了的。死亡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我要让他活着，清醒的活着，让他亲眼看着自己毕生的心血是如何一点一点化为乌有的，让他亲身尝尝我父亲当年所承受的1/1000的绝望和痛苦。他的话让我感到一阵从心底升起的寒意。这个男人，他的恨如同深海下的万年寒冰，一旦爆发，足以冰封一切。我们的手机在同一时间响了起来，是新闻推送：飞驰集团董事长钱东升在紧急董事会上突发恶疾，生命垂危。消息已经泄露出去了，飞驰集团的股价应声而落，屏幕上那根绿色的线几乎变成了一条垂直的瀑布，短短几分钟内又蒸发了数十亿的市值。顾衍的目光转向了另一个监控画面，现在该轮到另一个人登场了。画面里是飞驰集团的地下停车场，一辆红色的保时捷发疯一样的开了进来，一个急刹车停在了专属电梯的门口，车门打开，穿着一身名贵套装却头发散乱、妆容枯花的张兰从车上连滚带爬地冲了下来。她一边跑一边拿着手机疯狂地打着电话，脸上的表情是极致的恐慌和狰狞。她冲进了电梯，几分钟后出现在了董事长办公室所在的楼层。她像一头母兽横冲直撞，试图冲进那间已经乱成一锅粥的会议室，却被公司的保安死死地拦在了外面。不准拦我！知不知道我是谁？钱东升，你给我出来！他疯狂地嘶吼着，咒骂着，再也没有了平日里董事长夫人那高贵优雅的模样。他现在应该很想找个地方，把他那些不干净的钱转移出去吧。顾衍看着屏幕里的张兰，冷冷地说道：“只可惜，他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他的话音刚落，张博律师的手机就响了起来。他接听之后点了点头，然后对顾衍汇报道：“顾总，银行那边传来消息，张兰和他弟弟张伟名下所有的关联账户都已经被正式冻结，检查的人已经出发前往飞驰集团，准备带走张伟进行调查。”很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顾衍看着屏幕里那个因为打不通任何电话而彻底崩溃、瘫倒在地的女人，眼神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这一天，飞驰集团这座曾经矗立在这个城市之巅的商业大厦，开始从内部崩塌了。而这一切都源于那微不足道的19块钱。那19块钱像一只南美雨林里的蝴蝶，只是轻轻地扇动一下翅膀，就在世界的另一端掀起了一场足以摧毁一切的巨大风暴。我看着窗外对面的那栋大楼，在清晨的阳光下显得格外的阴沉和萧瑟，我心中却没有太多复仇的快感，只有一种看见世事变幻的深深的疲惫。顾衍似乎感受到了我的情绪，他转过头看着我：“结束了吗？”不，他摇了摇头，这只是开始，真正的战斗还在后面。钱东升最终还是被抢救了过来，他没有死，但情况却比死还要糟糕。严重的中风导致他右半身完全偏瘫，并且丧失了语言能力，他只能像一个废人一样躺在 VIP 病房里，口眼歪斜，流着口水，咿咿呀呀的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那个曾经在商场上叱咤风云、说一不二的男人，如今连自己的吃喝拉撒都无法控制，这对他来说无疑是比死亡还要残忍的惩罚。张兰在医院里大闹了一场，他像个疯子一样指着所有的医生护士，骂他们是庸医，骂他们是顾衍派来的奸细，故意要把她老公制成一个废人，最终被医院的保安强行嫁了出去。她的弟弟张伟在公司里被纪检部门的人带走了，据内部消息说，他进去不到2个小时就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把他姐姐和姐夫这些年如何利用职务之便为他的公司输送利益、侵吞集团资产的罪行和盘托出。为了自保，他选择了大义灭亲。飞驰集团的董事会连夜召开了第2次紧急会议，罢免了钱东升的董事长职务以及张兰的一切职务，并且冻结了他们夫妻名下所有的公司股份，等待后续的商业犯罪调查。同时，董事会也对外发布了公告，宣称钱东升和张兰的一切行为都属于个人犯罪，与集团无关，试图用这种方式断尾求生，稳住已经濒临崩盘的股价。这一连串的变故快得让人眼花缭乱，仅仅几天的时间，钱东升夫妇就从云端跌入了地狱，身败名裂，一无所有。而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我们的胜利已经近在眼前，可是我却总有一种隐隐的不安。钱东升真的就这么不堪一击吗？那个算计了顾衍父亲，又把我玩弄于股掌之中的老狐狸，真的会这么轻易就束手就擒吗？我把我的担忧告诉了顾衍，顾衍听完后沉默了片刻。你的感觉没有错，他看着我，困兽之斗才最为致命，他一定还有我们没有想到的后手。就在这时，张博律师行色匆匆的推门走了进来。出事了。怎么了？顾总，王小姐，出事了。飞驰集团那边刚刚更换了他们的代理律师团队。张博递过来一份文件，新的律师是业内最顶尖的，号称不败战神的陈启明。这个人以手段刁钻、不按常理出败而著称，从业25年，从未败诉。这份证据可能会让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功亏一篑。我拿起那份文件，
快速的浏览着。那是一份补充协议，一份附在当年顾衍父亲和钱东升签署的那份专利转让协议后面的补充协议。协议的内容非常简单，但也非常恶毒。这什么意思？这是一个陷阱。我作为我父亲的直系亲属，一旦对飞驰集团提起关于这个专利的诉讼，那么这个专利本身就会立刻脱离我们双方的掌控，它将不再属于飞驰，但也永远回不到我们顾家的手里。我们告他，专利就会飞走；我们不告他，专利就还是他的。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怎么做，都拿不回天穹计划。钱东升这个躺在病床上连话都说不清楚的废人，竟然在最后关头给我们摆了这么一道。他用最狠毒的方式斩断了我们夺回天穹计划的所有希望。难道我们真的就要这么输了吗？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接了起来，喂，电话那头是一个翻译器机械的合成音。喂，你斗不过我的，我输了，你们也别想赢。是钱东升，钱东升的声音通过那个冰冷的翻译器一字一句的传进我的耳朵里，带着一种濒死野兽般的疯狂和得意。他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却用这种方式向我们宣告着他最后的也是最恶毒的胜利。他输了，他的人生，他的事业，他的家庭都已经彻底毁灭，但他也要拉着我们一起下地狱。他要让我们永远也拿不回天穹计划，他要让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变成一个空洞的笑话。顾衍从我手里拿过电话，声音里是压抑不住的滔天怒火。钱东升，你这个卑鄙的小人！电话那头又传来一阵含混不清的，仿佛是在大笑的声音，那笑声充满了嘲讽和快意。然后电话被挂断了，整个会议室里陷入了一片死寂，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张博律师的脸上也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凝重的表情。顾总，这个补充协议从法律上来看是有效的。他艰难地开口，虽然它的条款非常不公平，但上面确实有您父亲的亲笔签名。如果我们坚持起诉，法院很大概率会判对该专利的所有权转移给那个第三方机构，到时候我们就真的什么都拿不回来了。他的话像一盆冰水，浇灭了我们心中最后一丝希望的火焰。我们似乎真的被逼入了绝境。顾衍紧紧地攥着拳头，手背上青筋暴起，那一拳狠狠地砸在了会议桌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失态。他为了这一天隐忍不绝了这么多年，眼看着就要大仇得报，却被钱东升用这种同归于尽的方式挡住了去路。那种不甘和愤怒可想而知。我看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心里也同样充满了绝望。难道是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吗？难道我那3年的心血，我为之付出了一切的天穹计划，就要这么变成一个谁也无法触碰的法律孤儿吗？我不甘心，我绝对不甘心。我闭上眼睛，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大脑开始飞速的运转。我一遍又一遍的回想着关于天穹计划的每一个细节，从最初的构想到每一个模块的搭建，从每一行代码的编写到每一次算法的迭代。钱东升的陷阱是在法律层面，是在合同里，那是一个商业的世界，而我的世界是代码，是技术。有没有可能答案不在合同里，而在技术本身？顾衍的父亲，那个创造了天穹计划最初构想的天才科学家，他真的会毫无防备的签下那样一份不平等的协议吗？他会不会也像钱东升一样留下了自己的后手？我的脑海里突然像有一道闪电划过了黑暗，我猛地睁开了眼睛。我想起来了，我想起了一件事。什么？在天穹计划的底层核心代码里，有一段非常奇怪的加密程序，那段程序没有任何实际的功能，它就像一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无用的装饰品。我曾经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它，但都失败了。那段代码绝对没有那么简单，那会不会就是顾衍的父亲留下的真正的杀手锏？我抬起头看向他，顾衍，你父亲他有没有给你留下过什么特别的东西？比如一串奇怪的数字，一个特殊的符号，或者一句只有你们父子俩才懂的话。顾衍愣了一下，不明白我为什么会突然问这个，但他还是陷入了沉思。他想了很久，然后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他的眼睛猛地亮了。他从自己的钱包夹层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张已经有些泛黄的陈旧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慈祥的中年男人抱着一个7、8岁的小男孩，正是顾衍的父亲和他小时候。在照片的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当北极星在天空的最高点陨落之时。我的心脏在那一刻狂跳了起来。我看着那行字，又想起了那段尘封在系统最深处的神秘代码。一个疯狂的、大胆的，但又极有可能的猜测涌上我的心头。我一把抓住顾衍的手，我知道了，我知道你父亲的后手藏在哪里了。他不在合同里，他在代码里。那是一把数字钥匙，一把足以彻底逆转战局的终极钥匙。而我现在，我想该怎么激活它了。我的话像一道惊雷
劈开了会议室里凝固的绝望空气，所有人的目光都瞬间聚焦在了我的身上。顾衍的眼中闪过一丝难以置信的剧烈的亮光，他那双因为愤怒和不甘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你说什么？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有些沙哑。你说，你知道钥匙在哪里？我不敢100%肯定。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自己狂跳的心脏。但我们值得赌一把。我走到那块巨大的电子屏幕前，将我的备用电脑连接了上去。张律师，我需要您的帮助。我看向张博，请立刻向有关部门申请进行技术质证，就说我们有新的证据可以证明飞驰集团提供的合同是伪造的。我们需要在所有人的面前现场演示。张博愣了一下，显然没明白我的意图，但他看到了顾衍眼中那重新燃起的希望之火。他没有多问，他选择了无条件的相信。好，我马上去办。张律师带着他的团队雷厉风行地离开了。会议室里只剩下了我和顾衍，还有那张写着神秘诗句的泛黄的照片。我将电脑开机，屏幕上是我耗费3天3夜完全复刻出来的天穹计划的完整代码库。那是我最熟悉的世界，是我的战场。顾衍，我一边调出那个被我标记为异常的加密模块，一边对他说道：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可能会有很大的风险。如果我的猜测是错的，那么整个天穹计划的核心数据都有可能被瞬间摧毁，它将变成一堆毫无价值的乱码。我抬起头，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你还愿意相信我吗？这是一个赌上了一切的豪赌，赌注就是我们所有人这段时间以来所有的努力。顾衍没有丝毫的犹豫，他走到我的身边，将那张珍贵的照片轻轻地放在了我的手边，他的眼神坚定而决绝。我父亲用他的生命做了第一场豪赌，我用了3年的时间做了第2场，现在该轮到你了，王威，我信你，比相信我自己还要信。他的话像一股滚烫的暖流注入了我冰冷的手指，我点了点头，不再说话。我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眼前那片由无数个字符组成的数字海洋之中。当北极星在天空的最高点陨落之时，这不是诗句，这是一个程序的执行指令，一个被赋予了诗意和情感的计算机语言。北极星就叫做 Polaris， 也就是北极星天空的最高点。在计算机的时间系统里，一天的最高点是午夜的最后1秒，23时59分59秒。陨落在程序语言里最彻底的陨落就是 terminate， 终结、删除，让它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我明白了，我全都明白了。顾衍的父亲用他自己的方式留下了一个只属于程序员的最终保险。这个保险的激活方式不是输入密码，而是执行一次看起来像是自毁的危险操作。他是在赌未来看到这段代码的人能够读懂它，赌那个人有勇气去执行这最后一步。我将系统的时间手动调整到了23点59分，然后我编写了一段极短的但却拥有最高权限的定时命令。在23时59分59秒准时永久性删除名为 Polaris 的核心组成文件。我的手指悬停在回车键上，我的手心全是汗水，成败在此一举。我转头看了一眼顾衍，他也正紧张地看着我，我们相视一笑，笑容里有决绝，有信任，也有一丝生死与共的悲壮。我闭上眼睛，然后狠狠地按了下去。回车屏幕瞬间黑了，整个系统仿佛在那一刻死去了，我的心也沉了下去。难道我赌错了？时间1分1秒的过去，会议室里安静的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声。就在我们即将陷入绝望的时候，黑色的屏幕上突然亮起了一行绿色的小字，那不是代码，那是一句父亲的留言。阿言，当你看到这句话时，我或许已经离开了，但请你不要悲伤，我将我一生的骄傲都藏在了这片星空里，现在我将它连同我的爱一起交给你，去完成我们未尽的梦想吧。紧接着屏幕上弹出了一个从未出现过的文件窗口，窗口里只有一个文件，文件的名字叫做真相。真相这2个字像2道划破黑夜的闪电，瞬间照亮了我们所有的希望。我和顾衍几乎是同时冲到了屏幕前，顾衍的手微微颤抖着，他伸出手指轻轻地点开了那个承载着他父亲最后遗愿的文件。文件里包含了3样东西，第一样是一份完整的天穹计划的原始专利申请书，上面有最详细的技术阐述、最原始的创意构想，以及顾衍父亲那苍劲有力的亲笔签名。第二样是一份视频，视频的画面有些昏暗，似乎是在一间书房里用电脑的摄像头录制的。画面里是顾衍的父亲，一个看起来温文尔雅但眼神却异常疲惫的中年男人，他的脸色很不好，带着一种病态的苍白。阿言，当你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请不要冲动，
钱东升，这个人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他趁我病重，用你母亲的医疗费来要挟我，强迫我签下了那份极不平等的补充协议。我当时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但我绝不会就这么认输。我将所有的真相都封存在了这份数字遗嘱里。这份遗嘱我用最复杂的算法和我自己独创的北极星逻辑锁在了项目的最底层。只有真正理解我、理解这个项目灵魂的人，才能将它打开。孩子，我不知道未来你身边是否会有这样一个人出现，但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记住，永远不要放弃希望。正义或许会迟到，但它绝不会缺席。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顾衍已经泪流满面，他伸出手想要触摸屏幕上父亲那张熟悉的脸，却只触摸到了一片冰冷的玻璃。这个坚强隐忍了3年的男人，在这一刻终于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他跪倒在地，将头深深地埋进双臂里，发出了压抑而痛苦的呜咽声。我静静地站在他的身边，将手轻轻地放在了他的肩膀上。我没有说话，我知道此刻任何的语言都是苍白的，我只是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过了很久，顾衍才慢慢地抬起头来，他的眼睛红得像兔子，但眼神却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坚毅和冰冷，甚至比以往更加锋利。谢谢你，王威，谢谢你让我父亲能够沉冤得雪。我说过，我们是盟友。文件里的第3样东西是一段音频，音频里是钱东升的声音，充满了赤裸裸的威胁和利诱。老顾，我劝你识时务者为俊杰，你那点专利一文不值，我只是不想浪费时间，自己重新搞一套罢了。签了它，对你我都好。这段录音就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开庭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法庭上座无虚席，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到场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场堪称本年度最引人注目的商业诉讼案上。飞驰集团的不败战神陈启明律师依旧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他洋洋洒洒地陈述了那份补充协议的合法性，并且当庭向法官展示了顾衍父亲的亲笔签名。法官大人，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原告方明知协议内容，却依然提起恶意诉讼，已经触发了协议中的自动转让条款。现在天穹计划的专利所有权已经与我们都无关了，我请求主审官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他得意地看着我们，眼神里充满了猫捉老鼠般的戏谑。就在这时，张博律师站了起来，他没有反驳，他只是平静地对法官说道：主审官大人，我方有新的证据需要当庭提交。然后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现在我请求传唤我的证人王女士上庭。聚光灯瞬间打在了我的身上，我站起身，一步一步走向了那个决定了所有人命运的证人席。我走上证人席，整个法庭的目光聚焦在我的身上，有好奇，有质疑，也有同情。飞驰集团的律师席上，陈启明用一种轻蔑的眼神看着我，仿佛在看一个不自量力、企图螳臂当车的小丑。我没有理会他，我只是平静地看向法官。法官大人，我今天将要展示的证据可能会有些超乎常规，但我保证他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在征得法官的同意后，我将我的电脑连接到了法庭的演示大屏幕上，我当着所有人的面重演了那天在会议室里所做的一切。当那行北极星陨落的指令被我敲下时，法庭里响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陈启明的脸上露出了不屑的冷笑，他大概以为我是要用这种故弄玄虚的方式来销毁证据。当屏幕陷入黑暗时，他的笑容更加得意了。可是下一秒，当那段来自顾衍父亲的温柔留言出现在屏幕上时，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整个法庭也陷入了一片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被这如同电影情节般不可思议的一幕震惊了。紧接着，那份盖着时间戳的原始专利申请书，那段记录着胁迫的视频独白，以及那段充满了无耻威胁的录音，一样一样被我公之于众。真相就像一把最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钱东升用谎言构建起来的肮脏的商业帝国，将他所有的真相都血淋淋的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法庭上一片哗然，闪光灯疯狂地闪烁，记者们激动的几乎要冲破警戒线。陈启明那张号称不败的脸已经变得和死人一样惨白。这是伪造，是技术入侵！主审官大人，我抗议，这不合规矩！法官重重地敲响了法锤，肃静！他的目光严厉地扫过陈启明，然后转向我，眼神里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震惊和赞许。请你当庭解释这些视频的来源和真实性。好的，主审官大人。我站起身，用最清晰、最专业的计算机语言向在场的所有人解释了顾衍父亲所设计的那个精妙绝伦的数字遗嘱系统。我解释了它的加密原理、它的触发机制，以及它那带有时间戳的不可篡改的数字签名。我说完，整个法庭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这位天才科学家的
远见和智慧，深深的折服了他，用自己的方式为自己，也为他的儿子留下了最强有力的翻盘武器。当庭宣判，钱东升以商业欺诈、恶意胁迫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补充协议无效合同所有权归还给顾衍，飞驰集团向顾衍进行3倍经济赔偿。宣判的那一刻，我看到顾衍这个一直以来都如同冰山般坚毅的男人，终于缓缓地闭上了眼睛，2行清泪从他的眼角无声地滑落，他终于可以告慰他父亲的在天之灵。故事的结局并没有结束，钱东升在狱中听说了判决结果后，彻底变成一个真正的疯子。张兰因为买凶伤人和参与家族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曾经风光无限的董事长夫妇，最终在铁窗之后悲惨的度过余生。飞驰集团在天价罚款和赔偿的重压之下彻底破产，被顾衍的天宇集团以象征性的价格全盘收购。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商业帝国，从此成为了历史的尘埃。几个月后，我和妈妈搬进了望江府小区。微微，妈就像在做梦一样。我笑着抱住她，妈，这不是梦，这都是真的。门铃响了，是顾衍，他带着一份文件和一束向日葵。王威，这是送给你的。他将那份文件递给我。这是什么？我打开一看，是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天穹科技子公司40%股份，无偿转让，首席执行官任命。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我连忙推辞。不。顾衍看着我，眼神温柔而真诚。这是你应得的，没有你，就没有天穹计划的重生。王威，从今以后，让它在你的手里，真正的绽放光芒吧。我看着他，又看了看窗外那灿烂的阳光，我笑了。那19块钱没有毁掉我，它只是打碎了我过去的世界，然后让我拥有了一片更广阔、更自由的崭新天空。